老爷，老爷，咱们快走吧！我听说枉死的人在期限49天之内会来索命报仇的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自己吓唬自己！老爷，老爷，你看，你想叫唤什么呀？哎呀，老爷，什么都没有吧？老爷，老爷，你看呀！素云，陈老员外，您这是唱的哪出啊？怎么把自己搞成这副模样了？你去问韩宇轩去吧，他比我还惨，现在满地找牙呢。您跟韩大人打起来了？哎呦，你们两家可算是世交了，怎么说打就打起来了呢？让在下真不知道说你们什么好啊！通讯为民，还是老当益壮啊？哎呀，我也不想这样啊。您说说，他这韩宇轩是不是做事太绝了？啊，他的姑娘是自杀呀，又不是我家的然儿拿着刀子捅死的。是啊，他让然儿是一命抵一命，您说说，他姑娘是他的心肝宝贝，我的儿子然儿就不是爹生娘养的。哎，还有那汽车，原来撞过他那花轿，他就把我然儿下了大狱，我就憋了一肚子的火了。哎，最过分的啊，他现在竟然下令，没有他的探监证，任何人不得探望我家然儿。您说这叫什么？这叫……还有这事儿呢？陈员外，这可就是韩宇轩做的太过分了。他把陈然下大狱也好，他让陈然一命抵一命也好，那是他痛失爱女，悲痛之心呢，咱们可以理解。可是他何必把事做这么绝呢？你们两家的交情，全西安不，全陕西也没几个人不知道吧？啊，前2天还要风风光光的结儿女亲家，这一翻脸无情，就把事情做得这么不留余地。哎呀，这简直是让西安百姓看你们两家的笑话啊！陆大人呐，您说的太对了。行了，你们下去吧。走。哎呀，陆大人呐，我算把韩宇轩看透了，要不然他生不出个儿子呢。这人心眼太黑，做事太绝。总之一句话，这个人是手段毒辣，为人阴险，大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啊！我以前也对他抱有侥幸，我总希望他能够念我鞍前马后这点辛苦了，念我们两家这个20多年的交往，能够待我跟别人不一样啊，能够给我点余地。嘿，这不遇事儿啊不知道，一遇事儿我全明白了。他这是看我对他韩宇轩没有利用价值了，再加上眼前这恩恩怨怨，他是想把我们陈家逼得家破人亡啊，想除掉他的心头大患。陈员外，我听你这话里有话呀，怎么，韩宇轩视你为心头大患？想必是韩宇轩为官多年，有不少把柄落在你老陈手里吧？啊？哎呦，陆大人您多虑了。哎，我这是打糊涂了，一时感慨，胡言乱语了几句，您大可不必放在心里，大可不必啊。陈员外，您这架也打了，面子也豁出去了，怎么还说一半噎一半呢？实不相瞒，我是奉了老佛爷的密旨，老佛爷让我给你捎句话。我？哎，您坐。陈员外，老佛爷让我告诉你，这强龙已至西安，所谓一山不容二虎。如今看来，这强龙是非要压一压这地头蛇了。所谓龙凤呈祥，蛇鼠一窝。老佛爷打你陈然这儿看呢，料定你陈家并非鼠辈。哎，如今陈然这孩子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福分，竟深得老佛爷的喜欢呢。不敢。你是要借势来个龙凤呈祥呢，还是要继续和那韩宇轩蛇鼠一窝的钻那脏窟窿？
陈员外，这可都是在你一念之间呐。陆大人，这老佛爷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陈员外，老佛爷的话我可都给你说了，听不听得懂在于你。我卢某还有一句话要送给你，不知你听不听得进去？我洗耳恭听，洗耳恭听，您尽管直说。陈员外，这老佛爷说了一大堆，有龙有虎有凤，还有耗子，这是把你和韩宇轩今后的事儿都点明白了。陈员外，你如今可是家大业大，所谓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不管你以前和这位韩宇轩有过多少不与人知的勾当，藏了多少天大的秘密，只要你替老佛爷拔出这心头大患，我想老佛爷他不但会既往不咎，而且会让你借着他的3分东风力更上一层天呢。在你看来，这诛灭9族的大罪，在老佛爷那儿，他老人家一句话就可以让你无过反而有功。那在你看来，那芝麻绿豆大点事儿，你要是得罪了太后老佛爷，他老人家那只翻云覆雨手，只要那么一翻，就能让你诛灭9族，粉身碎骨。哎呦，陆大人，您说的这些我全明白，可有些事儿太大了，我不敢全兜出来呀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只要你会说，只要你找准时机说，你找对了人说，不是可以无过反而有功吗？这是真的。我陆勇以顶戴花翎担保。哎呀，可是我怎么琢磨，怎么不是个滋味儿啊？他现在连闺女都没有了，就剩下自己一把老骨头了，这是不是有点赶尽杀绝，小人行径？陈家乐，你这简直是本末倒置嘛！你是谁的子民？你效忠老佛爷，就是效忠皇上，就是效忠我大清朝啊！你出来检举他韩宇轩，你就是忠君爱国，你是大忠臣呐！怎么能扯得上小人行径4个字呢？哎呦，陆大人所言甚是，所言甚是。你看我这张嘴，哎呀，又开始胡说八道了。您说的对，我这个是爱国，是忠君。我现在也明白了，韩宇轩呐是个大奸臣，我绝对不跟他蛇鼠同窝，我要跟老佛爷龙凤呈祥。什么？你和老佛爷要龙凤呈祥？哎呦，你瞧我这破嘴，我说这些什么？我不是老佛爷和我不是我和老佛爷。不是这话怎么说来着？这个啊，他老人家那是打个比方，太后可以这么说，可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，你咂摸那是味儿吗？老人家可是30岁就守寡了，辅佐咱们大清朝已经半辈子了，到老跟你来个龙凤呈祥，陈员外，就凭你这句话，就可以弄你个满门抄斩啊！哎呦！陆大人呐，陆大人，请您笑纳，请您笑纳，请您笑纳。陈员外，你这话卢某还可以这么理解，就是希望尽你绵薄之力，让我大清朝龙凤呈祥，继往开来。对呀，对。哎，这意思好，这意思好啊！我一定会面诉老佛爷和皇上。哎呀，谢大人成全，谢大人成全。哎呀，我现在也看明白了，以您过去是一个7品外的县尹，就这么1个月的功夫，到了现在的3品大员，这可以看出来太后啊对韩宇轩实在觉得碍眼，所以她要在陕西的地界上搁您这么一个大忠臣呢。哎呀，我陈家乐是不敢奢望傍太后这个大树啊，我也不配，我就紧挨着您的脚边。我有您这棵大树，我陈家就感恩戴德了。总之一句话，您就是老佛爷，您说什么
对老夫来讲，就老佛爷说什么，我当尽心尽力，竭尽所能，在您这棵参天大树下，我该浇水浇水，该施肥施肥，我该乘凉，也乘点凉。陈员外，您这话说的诙谐，诙谐的很呐。陆大人，我请您看样东西。哦，来。这个就是太后用400万两白银所建正大光明殿，一砖一瓦被各路官员巧取豪夺，直到韩宇轩到老夫手里只剩下几十万两白银了。这一笔详详细细的账目，这韩宇轩他是作死，他为了培养自己的派系，必然有他制约的办法。您看，这一层层的盘剥呀，都有当时当地这些官员们私家的手印和小印。他想赖，那赖不掉。我现在把他奉上，把他交给了您。我是以我一门9族的性命来交您这个朋友。您说我地道不地道？地道。陈员外，你果然是个聪明人。你放心，打今儿起，有我一口就有你一口，没我的我也保证有你的。那倒不必。有您鲁大人的，您就赏给我一口，我们陈家也是感恩戴德了。不过鲁大人，我觉得呀，您要是把这个账册就这么交给太后，这旷世奇功您是立下了，但是我总觉得有点遗憾。不过没关系，以您鲁大人，您就是从陕西从头做起也没什么。陈员外，咱俩都这种交情了，你有话但说无妨。我是说呀，他韩宇轩能够用这样的手段，坐上了他陕西巡抚的宝座，让底下的官员都听他发号施令，他如日中天，俨然是个土皇上。老佛爷想剪除他，无非就是想把他的派系收过来。老佛爷能用，韩宇轩能用，您鲁大人也可以用啊。再说了，这老佛爷不可能长久的、真正的、永远的在西安住下去。您等京城的事了了，两宫銮驾返回去了，那鲁大人您可就得从头收拾旧山河了。与其这样，陈员外，卢某受教，卢某受教。总之啊，你这朋友我交定了。我还有公务在身，改日再来拜访。鲁大人有公务在身，在下就不远送，告辞，请慢走。送客。在苍明帮卧底的兄弟，他又来信了，是吗？总算来信了，说什么了？哎，这个兄弟啊，实在是太谨慎了。来，赶快看看，这上面啊，写的什么？我一个字也看不懂。司臣聘姬来，早年定无头，进关龙蛇斗，宣诏勿妄动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是啊，你说我这连字都认不全的人，这不是难为我了吗？
咱们要做的事太危险，这是提醒咱们要谨慎行事。你让我想想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其实不难。你看看，早年定无头，就是说，枣和年都被去了头，我把年的头先去掉，然后给它们加上一个新的头。你看看，现在是什么字？哦，这是个韩字，韩宇轩。那快看看，这几个字又是说什么？你想想，司臣聘姬来，聘姬司臣是指女子乱政，那是谁呢？不就是太后吗？那就是说太后会杀掉韩宇轩。看这句，静观龙蛇斗，就是要我们静观他们的争斗，不要插手。宣召勿妄动是说太后不日要招我们进宫表演了，要我们不要轻举妄动。他是想借太后的势力除掉韩宇轩。我们的计划暂时搁置。又要搁置吗？上次进京的时候，我们就等了半个月，结果让他们一句话，太后不听秦腔，硬生生的挡了回来。这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怎么又要搁置啊？这位兄弟潜入苍蝇帮那么久才来消息，想必是掌握了更详尽的情况才来劝我们的。而苍蝇帮的帮主，几次阻拦我杀慈禧，还在危急时刻救我，似乎对我们的一切了如指掌。我看他们的背景深得很。那个大苍蝇每次出现都是戴着面具，关于他的传言只有武功有多么好，他的身份来历一点都不知道。可是不管大苍蝇如何武艺高强，身份如何神秘，可好不容易等来的机会，怎么能说压后就压后呢？这万一错过机会，那我们的努力和心血岂不白费了吗？我们还是要小心。谁？是谁？不知道，蒙着脸。这下可糟了，那我们的谈话应该没让他听到，他一靠近就被我发现了。看来我们以后真的要格外小心了。可是我们的行事够小心的了，我真的不明白，除了上面知道，谁还会查到我们的身份呢？我看未必是查到了，只不过是怀疑而已，否则早就上门抓人了。刚才那人左臂上中了我的毒镖，虽然不至于伤他的性命，但黑色的伤疤会终身不退。太好了，那我就把这个消息报告上去，让他们按照这个线索暗暗地查访，此人一定要揪出来。此人不处理，早晚是个祸害。老佛爷，看您这指甲，奴才就心疼啊！留了这么多年，离京的时候说绞就给绞了，真是可惜呀。绞了就绞了呗。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哀家记得呀，从进宫到现在，一共只绞了2回。这头一回呢，是英法联军打到紫禁城，哀家跟咸丰爷跑到热河那边去。第2回，就是这回往西边来。老佛爷，这指甲绞了还能再长吗？您看看。这刚多长时间，这不都已经长出形了吗？你看看，哎，小李子，奴才在。哀家今儿个把这话撂在这儿，这以后，就算是那些洋人把哀家的天下给瓜分了，哀家也绝对不会再绞指甲。哎。奴才把指甲套给您套上吧。哎，哎，哦，陈鲁勇给老佛爷请安，老佛爷吉祥。起来说话吧。谢老佛爷。这西北的雨少，可昨晚上倒是下了一阵雨。瞧瞧，这满园子都鲜亮起来了。可不是吗，老佛爷？这树叶也绿了，花儿也鲜了，连池塘里的水呀都清澈了。嗯，那你就陪哀家去逛逛园子吧。这，你们都不用跟着了。小李子，奴才在。差个人去把小四儿给叫回来，派他个活就不着家了。这多久没见哀家了？
叫他回来跟哀家说说话。这。这晋人落在你手里这么久了，还没问出什么花样来？回老佛爷，不是问不出什么花样，那晋人也没什么花样。炸弹是他从军火库偷的，他随他爹南征北战那么多年，偷几颗炸弹也是轻车熟路的事儿。那正大光明殿的事儿呢？借用晋人自个儿的供词，他连2回朝您扔炸弹的事儿都供认不讳了。这已然是千刀万剐的死罪。要真的是他干的，他又干嘛吃了那么多苦头，抵死不认呢？你这话说的倒是跟陈然一样。那这么说，正大光明殿爆炸一案跟他无关了？老佛爷，其实那天陈然在殿上，您不是也夸奖陈然了吗？说的是清楚明白，那几张图纸也是一目了然。其实不是晋人所谓当日就可下定论，只是当时没有把晋人捉住。如今加上晋人的供词，微臣可以断言，正大光明殿一定是他人所为。那这事儿就先撂下吧。不过别结案，哀家自有打算。说起来，晋人这孩子也够可怜的，也是个孝子。如果有人给他送点吃吃喝喝的，千万别难为他。老佛爷，晋人是关在刑在天牢，没人给他送吃喝的。哀家不知道他关在天牢吗？要你来提醒。是。我救了你的命，所以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求你安分点，不要再做傻事，替我一次行吗？如今我已经心力交瘁，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怎么办？关键是我不想让你出事，你知道吗？思琪，老大来人了！哎呦，少主子，这不是上次行在小皇城的金主吗？小少爷，你这次又来看望陈然？废话，难不成我来看你啊？给我带路！这位可不行了，小少爷，我们巡抚大人下了严令，没有他的签发证，谁也不许看望陈然。放浪！连我也敢管啊？韩宇轩的探监证，他韩宇轩算哪根葱啊？他的探监证管天管地，还管得了本少爷我吗？少啰嗦，带路！这是，我这，哎呦，这个比韩宇轩的探监证管用吧？今天有人来探陈然的监吗？你们什么都没看见吧？没看见，没看见。陈然的案子，韩宇轩呐，天天上奏。他硬要哀家赶快做个决断，他宁可辞官，也要陈然一命抵一命，就好像他跟陈然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。他闺女自焚，可怜归可怜，可也不一定要给人家抵命啊。不过韩宇轩是哀家的老臣呐，在陕西这个地盘上，一时半会儿还扳不倒他。又不能不安抚他，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呢？回老佛爷，您刚才有句话还真说到点子上，那陈然和韩宇轩还真有大仇。哼，那陈然不是才回国吗？而且他们陈韩两家几乎要结为亲家，哪来什么仇恨呢？这个事儿也是微臣刚才弄明白的。您知道那陈然为什么要出国留学吗？那陈家乐在西安也算是富甲一方的大财主，为什么唯独把自己的小儿子送到国外，而且一去就是5年？您不觉得有点奇怪吗？哼，哎呀，这两家呀，还真是有些怪事儿啊！到底怎么回事？说来听听。老佛爷，
记得在婚礼的时候，您问我，新娘子旁边有一个标志的伴娘，您还记得吗？你不是说那是个唱秦腔的戏子吗？正是，那戏子的艺名叫白牡丹，在5年前还没有出名的时候，就和那陈然暗生情愫。可是韩宇轩那个老东西也喜欢上了这个戏子。陈家乐一边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娶一个戏子回家，一方面又不敢得罪韩宇轩，还得讨好他，于是呢，就把陈然这小子送出了国外，一去就是5年。如今这陈然回来了，这情敌见面，自然是分外眼红了。怨不得呢，哀家就说嘛，堂堂的一个巡抚千金，放着一个一表人才的陈然不嫁，要去嫁那个陈俊那个东西。原来还是这么回事儿。当然了，这韩宇轩绝对不会招一个情敌回来做他的女婿，是不是？可不嘛。可是哀家又有一件事想不通。既然韩宇轩能把陈然逼得漂洋过海去留学，这5年来，他怎么就没能把那个戏子弄到手呢？哎呀，老佛爷，您又说到点子上了。别看咱们这位韩宇轩韩大人年过50啊，那可是老树开花，情有独钟啊。那白牡丹虽说是一戏子，可是这韩大人对人家照样是以礼相待，那是秋毫无犯。据他身边的赵师爷说，韩宇轩这几年用情之深，那可真是酸了去了。原来还有这么一出啊！韩宇轩还真的算得上是个情种啊！原来在他们之间还有一段这么不干不净的事儿啊！也难怪你说2个50开外的老东西当街就打起来了呢。哎，陈家乐那儿没什么动静吗？啊，老佛爷，微臣去过了，那2个老东西果然是打起来了。微臣去的时候，那陈家乐的眼睛还是青的呢。我看他们2家这回真要恩断义绝了。哀家的话你带到了吗？回老佛爷，微臣带到了。那陈家乐有什么表示呢？哦，依微臣看，他已有心向老佛爷这边倒。那陈家乐有没有拿点实质的东西向你或者向哀家表示忠心呢？老佛爷，这倒没有，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有顾虑。老佛爷放心，我会再去说服陈家乐，让他尽快向您这边倒戈。卢勇啊，你是个聪明人，扳倒韩宇轩，这以后你的好处啊，可就享用不尽了。是。如今呢，咱们就要安安稳稳、周周全全地除掉韩宇轩。你记住，千万不要为了一己之私，坏了哀家的大事，明白吗？老佛爷，您的教诲，臣铭记在心。什么？小四儿他……行了，哀家知道了。老佛爷，没别的吩咐，微臣告退了。下去吧。这。这是从宫里面带来的。大京城啊，赶来了一批专做御用点心的师傅，我想你这些天一定吃不好，下次再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我就把这些个都不容易放坏的点心蜜饯和肉脯之类的，每样捡了一些带给你。这是承德的鲜花玫瑰饼，宝来斋的酥盒子，这是聚祥宫的绿豆糕，这是天福号的肘子。这些点心啊，我想就算你食量再大，也足够吃上个3、5天的了。一会儿啊，我再去打点一下外面的劳役，让他们别在吃上为难你。这亏身不亏嘴吗？我是说那个人到了这种憋屈的地方，要是能吃上点好吃的，心情也会好很多。四哥哥，你这是？哦，对了，这里啊都是家常男衣服，里里外外都有，都是新的。我也不知道你的身量大小，凑合着凭着感觉买的。反正你先穿着，这出去了终究要一把火烧掉的。这老李啊也不讲究好看。
再有就没什么了。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哥哥，请留步。你还有什么事吗？哥哥对陈然这般关爱，让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你如此的费心，这没什么，都是顺手之办的。那点心呢？这些点心你可以说是顺手之办的，可是这件衣服，明明就是你特意为我所制。我萍水相逢，几面之缘。虽然我曾经从大阿哥的手中解救你的危难，但是我也一度非常冒犯哥哥你。哥哥实在不必对我这个不知好歹的人如此费心。你以为我做这些就只是为了报恩吗？不是为了报恩，那又是为什么？为了我。哥哥，你的心意陈然领了。当初救哥哥与大阿哥的麓山之沼，并不是因为你是哥哥，只是当时的情景，但凡有血性之人都会奋起相救，哥哥不用耿耿于怀。哥哥今日为陈然所做的一切，令陈然备受感动，而且哥哥又是如此的机智聪慧，既有女儿般的细心，有男孩子的大度豪迈之胸。陈然虽从无攀龙附凤之心，但却甚敢与哥哥相识恨晚。若哥哥不嫌弃的话，陈然愿意与哥哥结为知己，或者陈然虚长哥哥几岁，家中只有一个哥哥，并无姐妹。若能得哥哥这样一个异性妹妹，陈然亦敢三生有幸。说不定哥哥根本就不屑与我这个不知好歹的人相交，哥哥大可不必在意，就当作是我自作多情吧。你说的这番话，我都明白了。既然你我都互相欣赏，又没落入男女之情的俗套，得你这样的兄长，死而顺心。听韩素云一直叫你然哥哥，那以后我也这样称呼你吧。你我从此只有兄妹之谊，再无其他。你大可放心，然哥哥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对了，另外，那韩宇轩要拿你一命抵一命的事儿，你大可放心，老佛爷绝对舍不得杀你，也绝不会顺那韩宇轩之意。告辞。我说这小少爷怎么看两回陈然，两回都抹着眼泪跑了？你瞎了眼了吗？那是小少爷吗？那是一小娘们儿。哦，坐下。上回我就看出来了。是吗？真的？原来是个娘们儿啊！可不，上回我就跟你说了，这个陈然呐，我们以后可得多加小心。上回小娘们儿不是说了吗？当今万岁爷是他叔叔，这皇储大阿哥是他表弟，他是什么人呢？这最少也是一个王爷家的格格呀，能把一格格弄得又哭又笑，不依不饶，还舍得下这么大的本钱。陈然这小子可绝对不是一个简单人物。可是韩大人下令，打明儿起就不让他享受单人牢房待遇了，要把他关到死囚牢房里，和那帮杀人放火的放在一块儿。你说我们到底是听还是不听韩大人的呀？要不算了吧，还是把他单家关着吧。屁话！县官不如县管，这是巡抚大牢，不听巡抚听谁的？该干嘛干嘛去。不打他，不骂他，不给他上家，这算是对他天大的照顾了。
再说了，以后还想要这玩意儿，就不能让他太舒服了，懂吗？素云，我是不是很没用？他那样伤我，背叛我，他把每一个对我发下的不离不弃的誓言都击得粉碎。可现在我还是想念他，还是爱他。上天真的好不公平，我最爱的人背叛了我，我的亲生骨肉与我天人两隔。还有你，我最好的姐妹，原本那么热烈的活着，居然就这样说走就走了。为什么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都在我猝不及防的时候离开我，让我毫无防备，让我比痛苦更加痛苦。现在我孤零零地活在这个世界上，真的已经了无牵挂了。我只是在等待一个机会，让自己的生命用最壮丽，也许是最惨烈的方式去宣告它的结束。那么，当我们再次相会的时候，我才能摆脱这一切心灵上的煎熬。谁呀？我是小沫子啊，白老板。哦，小沫子。哦，进来吧。啊，小沫子，几年不见，长这么大了，快坐吧，快坐呀。白老板，您是几年没见我了，可我其实常常看见你啊。我是说在戏台上，我常常去看您的戏，您的戏可真好，真有味儿。我说小沫子，你可真是长大了，嘴也变甜了。记得那会子，你才12、13岁，跟在你们家二少爷后面，除了调皮就是调皮。白老板，别叫白老板，和以前一样，叫我思琴姐姐。哎，思琴姐姐，其实我来是想求你件事儿。要是和你家二少爷有关，就别说了。为什么呀？我记得那时候你跟二少爷不是老在一起玩吗？怎么二少爷留洋回来，你就和他生分了呢？难道你也觉得韩小姐的死跟二少爷有关吗？没有，我没这么想。思琴姐姐，我就是来求你的，你替我们去看看他吧。现在韩大人下了令，任何人想见二少爷都要探监证。可是老爷他不知道是不是老糊涂了，居然和韩大人当街就打起来了。这下可好了，二少爷在里面暗无天日的，连一个亲人都见不到，就连换洗的衣服他们都不让往里送。思琴姐姐，求求你了，看在你和少爷以前的情分上，您就帮我这个忙吧。你家老爷让你来的？不是，他现在突然不管少爷了，天天围着那个鲁大人转，我真搞不懂。二少爷是关在巡抚大牢里，应该去求巡抚大人呢，他干嘛天天围着那个鲁大人转啊？审时度势，看来还真是你们陈家的传统。既然你家老爷已经搭上了那个鲁大人，小沫子，你就别担心了，他比韩宇轩管用。管用不管用的，现在最要紧的是二少爷在里面孤苦伶仃的。小沫子，我实在担心啊。思琴姐姐，求求你了，你就行行好吧，替我去看看我们家二少爷吧。我不去。我是说，连陈员外都进不去，我这个外人就更没有办法进去了。哎，您不是和韩大人有交情吗？你啊！哎呦，思琴姐姐，小沫子嘴上没有把门的，乱说话，您千万别和我一般见识啊！我是说，您大名鼎鼎的白牡丹，那韩大人啊，一定会给您面子的。算了，小沫子，全西安的人都这么说，你自然也会这么想，也会这么说。思琴姐姐，我真不是那个意思啊，我……别说了，这个忙我帮不了你。思琴姐姐，你回去吧。好吧。思琴姐姐，我听说你跟死去的韩小姐是好姐妹，虽然说不上是为什么，但是我知道，韩小姐也一定不希望二少爷他受这些苦的。
哎，请。白老板，这些天您是第一个拿着韩大人的探监证来探望陈然的。陈然他人还好吗？好得很，请。陈然，有人来看你来了。哎，那不是三秦班的白牡丹吗？她怎么来了？你怎么来了？这是小墨子让我带给你的换洗的衣服。他们为什么不来？他们拿不到探监证，所以他们去求你来。哼，不求你还能求谁呢？那是自然。奇怪，别人怎么求也求不来，我随便一说他就给我了。是啊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你是堂堂白牡丹白老板，谁都知道你和韩宇轩韩大人的交情不一般呢。可不是，这话你算说对了。5年前的交情就不一般，现在就更不一般。说到不一般，白老板才叫真正的不一般呢。5年前，当时我只认为你是韩宇轩的一个小妾，没想到5年以后，你如今却是一个堂堂戏班的当家花旦，这才叫真正的不一般呢。谢谢陈家二少爷夸奖，东西我带到了，没别的事我告退了。思琴，这些年你过得好吗？我很好，很好，过得很好，再也不能像现在这么好了。白不带，不要走，给我们唱一段吧，来一段吧。喊什么？别来了，造反是不是啊？白老板，要不然您就给唱一段。这都是一帮有今天没明天的主，也不枉您白来这巡抚大牢一趟啊！给我们唱一段！好梦难追，夜来香甜蜜的许，情这一切。我情愿为爱失眠，蓦然回首，灯火阑珊，怎么看不见昨日红颜？边关离歌，唱不尽梦断情伤。是春风吹不散两颗尘埃，漫漫来路相逢何处？
可以帮我带那只泥娃娃过来吗？呀，哎呦，家伙，你干什么？喂，等一下，看你拿着东西窜来窜去的，你拿什么东西啊？啊，钟馗老爷，我把钟馗老爷请来打鬼的，打鬼当然要放在最佳的位置了，要不怎么能大吉大利呢？去，去。哎，李春丽，这套路的意思你都了解了没有啊？如果了解了，抓紧时间排版印刷，明儿一早一定要见报啊！行了行了，已经写完了。哟呵，手还够快的，我刚说完你就写完了，拿来我看看。好，哎，有了，嘿嘿，钟馗老爷多多保佑，来，放这儿。哎呀，我说今儿西安是怎么了？这都9月17立冬了，要我说今年闰8月它也不能热成这样啊！要么说天官人士呢？今年这仗打起来就没消停过，这老天爷也他妈跟着凑热闹。爽！爽！哎，大哥，好爽！装你个头啊！你有毛病啊！啊！喂，我有毛病？切！嘿，你看李春丽没有？他才有毛病呢！啊，站着不动还出一头汗。我说你把衣服脱了吧，凉快凉快啊！我怕冷，你管得着吗？怕冷还出一头汗。我说，我看你是冤魂附体了。哎呀，我怎么看你这么不对劲儿呢？家务啊，你还有脸说别人啊？我这几天就没看你干什么正经事儿。你看人家李春丽的稿子写的多棒啊！你呢？你的照片呢？你说我这好不容易逮着韩宇轩跟陈家乐打架，这么珍贵的照片，你居然没装胶卷儿？你说你这不诚心吗你？哎，我那天呢，绝对是放了胶卷了。你要相信我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屋里啊一定有鬼，有鬼也是你个短命鬼！要误了咱们四格格的大事儿，我他妈让你掉脑袋！嘿，误不了，四格格的大事儿哪容我贾武来耽误啊？大哥，您就把发条给上紧了不就得了吗？哎，有我什么事儿啊？我这么大老远从邢寨给你们抱这么大一块冰来，我怎么误事了我？你看我多有诚意呀！大哥，您就甭推辞了啊！四格格的大事儿，那可不就是终身大事吗？不找你我找谁去啊？啊，家务，哎，想死啊你！哎呦，四格格，四格格，说什么呢？四格格，我说的是实话。四格格，你们俩挺般配的，四格格。哎，四格格，素云呐，哎呀，你这个狠心的孩子呀！爹在这卧龙寺里头给你设了个香堂，寺里的高僧说了啊，你这是自焚啊，是要下地狱的。爹给你烧纸球，干什么？烧啊！哎呀，爹在这儿啊，给你祈福赎罪啊，素云啊！哎呀，你这个不懂事的孩子呀，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呀？老爷，咱们快走吧！我听说枉死的人在期限49天之内会来索命报仇的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自己吓唬自己！老爷。
老爷，你看，你想叫我什么呀？哎呀，老爷，什么都没有嘛！老爷，老爷，你看呀！素云，素云呐！我死得好惨呐，爹！我死得好惨呐！素云呐！我是你爹，你别这么吓唬我呀！爹呀，我死得好惨呐！爹，我死得好冤呐！我知道你死得惨，可是你为什么要自焚呢？爹，是有人害死我的。爹，我是被人害死的。这害死？谁把你害死的？爹，开棺验尸，你要开棺验尸。开棺验尸？难道谁敢杀你呀？陈然。陈然，我就知道是陈然，是陈然这个王八蛋把你害死的。陈然是怎么把你害死的？让陈然给我开棺验尸。你是说不是陈然害死你的，是让陈然开棺验尸？可是陈然他凭什么给你开棺验尸啊？爹，我死得好惨呐，我死得好冤呐，一定要开棺验尸。爹，好，让陈然开棺验尸，让陈然开棺验尸。爹，素云。老爷，来人呐！救命啊！闹鬼了！素云小姐显灵了！救命啊！哎，我说，听说了吗？韩宇轩的女儿冤魂显灵了。哎，你说的这是真的假的呀？是他们韩府大管家韩德亲口传出来的啊，这还能有假吗？是没错。那个韩素云呐，死得可怜，阎王爷说他委屈，封他一个镇魂夜叉。是吗？说是到人间来索命，专门吃负心郎的脑子。哎呦，只要让他看上了，这个人呐，必死无疑。我听说那个韩小姐生前没什么负心郎负过她呀。那谁知道呀？好端端一个黄花大闺女，生生把自个儿给烧死了，这里头啊，肯定有脏事儿。你小心说话，小心呐，夜叉来索你的命。悉经报，三探两问之后，又起四疑。一命抵一命，谁抵谁命？客官，来张报纸吧。怪哉，莫非果然有神鬼？不知道还魂的女鬼能否为我等红袖添香走？张总，来一张。好嘞。给。来，看一看啊！汽车撞花轿一案，惊闻突变，韩府千金失踪多日后，竟死于自家后院。巡抚痛失爱女之下，执意请旨，欲将陈然一命抵一命。然此一波三折之案，牵扯诸多，疑点重重。如今草草定案，使人难以平复。问笔者何出此言？笔者继三探二问之后，更发四疑。后院女尸虽有新娘服饰，但模糊难认，以面目不清之尸定论韩府千金之死，何其草率乎？此其一。陈然撞轿本遭胁迫，新娘亦非因撞轿而死，新娘自尽，何又加罪于陈然？此其二。
巡抚痛失爱女，陈翁爱子凌羽，两家结为悲苦之家。两家争而无人劝，多日来，笔者暗访明察，各部关系要人竟不以和为贵，大有火上浇油之态。何故？此其三。本案未追本溯源，定论韩府千金是否系焚烧之尸，更未能对死尸先烧后死，或先死后烧，予以明察。巡抚痛失不暇，尚可体谅。然众目睽睽，关关吊唁，竟无人点此纰漏。莫非装聋作哑？又何必装聋作哑？故笔者以开篇之题作结。杀人者偿命乃天经地义，但未杀人之陈然抵命，查实身份之女尸，如此一命抵一命，何其荒谬！案情曲折离奇，触目惊心，致使陈韩二老皆痛哭骨肉，是天意是人为。这番一波三折，何其感慨！李春丽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不是我写的呀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这个那天，就昨天，四哥哥，您看过我写的通讯稿，您说好的呀。哎，我能证明，我能证明啊！你看，那天我挂完钟馗老爷的时候，我还抱着冰块，四哥哥您还拿着稿子，哎，说我不如他勤奋。哎，我说李春丽，是不是你偷偷把稿子给换了呀？你别胡说啊！我没事换他稿子干嘛呀？好端端的，我自个儿跟我自个儿过意不去啊！哎，四哥哥，我那篇稿子您可是亲眼看见的，完全是按照您说的太后的意思写的，绝口不提案件之事，大肆渲染素云自焚之苦，还要把韩宇轩、陈家乐当街打架之事大说特说，这我都写了，你也看见了，怎么一上报纸就成这样了呢？这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总之啊，这里头一定有鬼。哎，你要说是李春丽写的吧，我看也不大可能，他也没这胆儿啊。你说太后她老人家不让这么写，他还敢这么写，他不怕掉脑袋啊？嘿，怪了，昨天啊，李春丽写完稿子的时候，排版工人不久就拿去排版了。这当中啊，只有我挂完钟馗老爷才……啊，有鬼，有鬼！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怎么一个好端端的钟馗老爷变成一个大王八了？是啊，怎么变成王八了？哎呦，完了！一会儿这女鬼啊，把我们一个个都变成大王八。哎呦，我说韩大小姐啊，你可饶了我们吧，饶了我们吧，饶了我们吧！别这么一副孬种的样子。哎呦，韩大小姐，你饶命啊！你饶命啊！韩大小姐，你饶命啊！什么鬼啊！我今天要翻个底儿朝天，看到底谁坏我四哥哥的好事，我要将他千刀万剐，死定了，千刀万剐！看看，你自个儿看看，哀家让你写的，你一个字没提，不让你说，你扯出了一大串。小四儿啊，你真是太让哀家失望了。老祖宗，四儿确实是毫不知情啊。毫不知情？你对那陈然芳心暗许，还以为哀家不知道？我没有，没有。你拎着果子拿了男人衣服到巡抚大牢去干什么？啊？小四儿啊，一个姑娘家，你真是太让哀家失望了。啊？三番两次的跟你说，哀家将来会重用陈然的。虽然说他是个汉人，咱们满汉不能通婚，这是规矩。可是哀家疼你，喜欢你，你要的东西哀家都会给你。只要能够扳倒韩宇轩，咱们回到京城，哀家就说他是个贝勒，谁还敢查吗？可是你呢？为了个男人，你坏了哀家的大局啊！老祖宗，您对四儿的责骂，四儿无言以对。您替四儿的安排，四儿感恩戴德。是，我承认，我是喜欢上了陈然。我也确实去牢里看过他，可是老祖宗，四儿真的是那样不知礼数、轻浮张狂的人吗？四儿若是那样的人，打从那日荒郊一别到今儿，四儿可曾做出丝毫违背礼数的事儿？老
老祖宗疼四儿，宠着四儿，喜欢四儿。别人眼热了，说歪话了，老祖宗你总是说四儿是个经得起宠、明理、识大体的孩子。难道我见了一个陈然，四儿就彻底变成一个糊涂的人了吗？老祖宗您今日虽是骂着四儿，却说出了对四儿将来的一份安排。如此的贴心，如此的周到，将心比心啊，老祖宗，您能为四儿想得如此的事无巨细，四儿又怎么会做出糊涂至极的事儿来伤老祖宗您的心呢？哎呦，好了好了，瞧你委屈的，快起来吧啊！哥哥，快起来啊！哎，这会儿哀家不也就是着急了吗？刚才听你说了那番话，哀家甚感欣慰。行了行了，受委屈了，哀家信你就是了啊！哎呀，老佛爷，老奴就说了嘛，这怎么能是咱们四格格干的事儿呢？想他也不像啊，你说？是啊，那不是四格格，难不成还是你吗？哎呦喂，老佛爷，您别逗老奴了，老奴成天在您眼皮子底下，我要小去偷那稿子也没这功夫，不是？再说了，老奴肚子里那点墨水，老佛爷您是最清楚的了。难道是卢勇？老祖宗，小四儿虽然不大喜欢那个鲁大人，可还得说句公道话，像他那样善于钻营又一心想傍着老祖宗您的人，也是不会那么干的。难道会是大阿哥？那就更不会了。老佛爷，奴才说句愉悦的话，大阿哥肚子里的墨水他还不如老奴呢。哎呀，笑了就好，笑了就好啊！老佛爷，您也不生气了，四格格呢也别再委屈了。老奴倒觉着，刚才老佛爷说了，知道此事本末的只有咱们3个人，还有大阿哥和卢勇。可是老佛爷，您别忘了，贾武、李春丽这2位是您亲封的金牌记者，虽然知道的不那么详细，可凭他们2个人的脑袋瓜，猜也猜得出来吧？老佛爷，您想想，此事一出，一个说疑神疑鬼的，非说是女鬼所为；一个呢是抵死不认，口口声声说把稿子交到了四格格的手里。于奴才看，他们2个人是最可疑的。这话说的有理。小四儿，你跟他们2人认识最久，他们俩又都是你的手下，这事儿你怎么看？小四儿觉着吧，李总管的话说的挺有道理。可是这2个人，要不是咱们给他们这么好的安排，可能早就饿死在回京的路上了。这如今西京报深得老祖宗您的扶持，在西安城那也是甚是轰动。这2个人何必在这个时候做自毁前程的事儿呢？不管怎么说，这事儿一定有人作怪。小四儿，这俩人给哀家好好的盯着，到时候谁跟哀家作对，自然就会露出马脚的。出大事了，老佛爷，您听说了吗？出大事了！什么事儿啊？一惊一乍的，没规矩。出什么事儿了？说。老佛爷，韩家的千金小姐鬼魂显灵，韩宇轩明儿要开棺验尸呢。什么？这事儿到底是谁呀？是谁把我那篇稿子给偷换了？哎呀，李春丽啊，你有完没完呢？我都跟你说了，这事儿啊，他就是韩素云干的，他呀冤魂显灵了。昨天呢，昨天咱们在集市上，你没听人家说，就连韩宇轩他自己都看见了。你说这事儿不就连上了吗？嘘，我才不信什么鬼神呢！这事儿要干呢，只能是人干的。这人到底是谁呀？哎呀，不要再想了，就是韩素云。又听到。家武，你不是还有半截蜡烛吗？快点上。完了，
咱们一定是说太多了，韩素云她显灵了。哎呀，我说韩大小姐，你哪儿显灵不好，非在这儿显灵啊？咱们往日无冤，今日无仇的。哎，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哎，天灵灵，地灵灵，皇母娘娘、太上老君、观音娘娘，英雄，不，美女，不，神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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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饶命啊！神仙饶命啊！神仙饶命啊！神仙饶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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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是鬼！神仙饶命！我是人，我就是鬼。神仙饶命！我是鬼，我就是人。到底是人还是鬼？白痴啊你！啃着苹果的能是鬼吗？闹了半天，没死啊？怎么样？你们两个金牌大记者，在报纸上胡说八道，把我给气个半死。现在我就站在你们面前，看你们敢不敢乱写。哦，怪不得自从你死以后，哎，什么时候啊？不是你死，就是别人死，反正是有人死了之后，我们报社整天乱七八糟的。原来是你在捣鬼啊！哼，韩府千金韩大小姐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失敬失敬。我说，你真是韩素云？我不是韩素云，难道我是鬼啊？哼，除了我，谁能写出那篇稿子啊？我就知道是有人把我的稿子给换了啊！你可把我给害苦了呀！这四格格让宣到宫里头去了，明天啊，咱们不定怎么挨骂呢。我说，韩大小姐，你哪儿带不能带？你吓谁不能吓？你干嘛吓唬我们俩呀？不吓唬你们吓谁啊？我把你们吓得屁滚尿流，你们会替我韩素云办事吗？你折腾我们俩还不够啊？啊，还让我们替你办事啊？是。现如今呢，你已经现身了，别怪我们不客气，我们这就把你献到四格格那儿去，好洗刷我们冤屈。换了你一篇稿子，你们那么委屈啊？那我呢？平白无故变成一个死人，我还没点海冤呢。告诉你，我现在敢现身，自然有办法治住你们俩。我现在问你们一句，肯不肯替我韩素云办事？听我的话呀！不办不办，肯定不办。你是女鬼，我怕你；你现在不是女鬼了，我干嘛怕你啊？哼！啊，那咱们去见官。你可以说我装神弄鬼，我啊也可以把这些东西交给朝廷，让他们看看他们的这些大记者呀，平常暗地呀都在做些什么事情呢？怎么样？哇，这些照片拍得可真好啊！还有李春丽写的稿子，哦，可真精彩呀！如果把这些东西啊都往上面一摆，不知道这两位金牌大记者会不会变成两个金牌大死人呢？你，哎，这东西还给你们吧。想控制我其实也不难啊，那我也不想浪费你们时间啊，你们就慢慢捡这些东西吧。我说家务，那胶卷里头一定有比这更精彩的照片吧？春丽啊，春丽，你好好看看。那稿子是我誊下来的副本呢，你们当我是傻子啊？凭我一个小女子，这样拿下你们两个大老爷们儿，我不做了功课，我能轻易现身吗？我现在再问你们一句，听不听我韩素云的话？韩小姐，果然英明啊！就凭你的英明神武、超群的智慧，还有这绝世的美貌，我家务以后跟定你了。你只东，我绝不往西；你要我装神，我绝不弄鬼。可是你要让我去干丢脑袋的事情，横竖都是死，我不干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去冒着杀头之罪的。不过我说李春丽呀，你还愣在那儿干嘛呀？这小辫儿都在你手里攥着，还不任你捏过。
我跟贾武一样，替你办事儿，替你办事儿，太过分了，不干啊？那好，痛快！明天啊，就有一件事要你们2个去办，过来吧。好。思琴啊，你帮我看看这报纸上都说些什么，帮我念念。思琴，思琴。哦，这上面说怀疑死的那个不是素云小姐。什么？死的不是素云，那会是谁呢？死的是谁不知道，但我也觉得好像素云没有死。怎么可能？韩大人哭的那个伤心劲儿，应该不会是假的。哎，肯定啊，这是报纸上胡编乱造的。我看未必，说不定韩宇轩也被骗了。怎么可能？那可是他的亲生女儿。你要说别人不认的，那也就罢了。你说他这个做爹的，怎么可能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认的呢？大姐，你想，那尸体当时穿的是素云的衣服，还配有素云的玉簪，谁见了第一反应都会想到是素云，更何况又是死在自己家的后院。啊，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啊。可是，如果不是素云，那她现在在哪里呢？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怎么不见她的人影？为什么不肯出现呢？还有啊，如果死的不是素云，那死的会是谁呢？我真的不知道这里面搞的是什么阴谋诡计。现在想想，真的好可怕。这件事情远没有我们看到的这么简单。一个大小姐因为不满父亲逼婚就引火自焚，这里一定大有文章。如果素云真的活着，那她现在在哪里呢？哎，说起素云呐，这外面有好多好多传言，都说闹了好多次鬼呢，还说呀，连韩大人自己都见过她显灵呢。哦，怎么说？据说呀，那素云的鬼魂跟韩大人说，她自己是冤死的，还让韩大人给她伸冤报仇呢。这外面的人都知道啊。韩宇轩见过素云的鬼魂？是啊，要不然韩大人为什么会这么要求开棺验尸呢？看来素云她真的活着。哎呀，真是太乱了，真的搞不清楚。不管怎么样，现在还不是谜底揭开的时候，我们静观其变就是了。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素云没有死，她真的还活着。你说你这2天怎么回事啊？这好歹也是满青楼花魁的闺房，让你弄得跟狗窝似的。哎，我说你这2天到底是怎么了啊？怎么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？前2天哭，这2天笑，你是不是真的有病了你啊？没听人家说吗？说满大街都传开了，说你未过门的媳妇儿她显灵了。显灵？她本该显灵了，都憋着多少天了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说明天巡抚韩大人要亲自开棺验尸，验的就是韩素云的这个案子，而且还是你这个亲弟弟亲自验尸。我怎么觉得这事越来越玄乎啊？玄乎？一点儿也不玄乎。哎，这事儿呢，那是越闹越大，越大越好玩啊！哎，这开始的时候啊，我还真替他担心来着，我就在这琢磨着，你说他怎么给我出场亮这相啊？你说谁成想他给我来了出还魂显灵？这都已经盖棺定论的事儿了，愣让他给我翻出来了。你说，哎，你说好玩不好玩？我怎么觉得你越说越玄乎啊？怎么在你嘴里这个韩素云就跟个大活人似的？说什么呀说1000到1万，不如干一件，等着瞧吧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哎，
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我那老婆了。你要说疯吧，确实疯了点儿；那野，他也确实野了点儿。哎，可有一条啊，就那聪明机灵劲儿，跟我陈俊是不相上下啊。行了行了，在我金暖暖面前就别再夸别的女人了，就好像这个韩素云真的，韩素云真的没死。不对，这个韩素云肯定没死。光看你这个嬉皮笑脸的样子，我就知道这个韩素云真的没死。哎，这个韩大小姐真是好福气啊！行了行了行了，赶明儿时辰一到，答案自会揭晓。是小小姐是死了还是没死？这开棺就知道。是啊，没事不能开棺验尸。我有什么人家？大人，木已刨开，可以开棺验尸了。您看，开始吧，那就开始吧。你说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？大人有令，开棺验尸。这臭人哎，真是太难闻了！什么味儿啊？这是嗨，这死人能有好味儿吗？烂了！这过了多少日子了？哎呦！哎呀！大人，你闻这味儿，多难闻！非要来看，就。哎，让一让！哎！啊！你们又来干什么？金牌记者。那好，你们进去看吧。啊，想看什么看什么，想拍什么拍什么。哎，等！哎呀，二位啊，这里边可是个女尸啊！啊，该拍的拍，不该拍的就别拍了。哎，放心，职业道德，我们有职业道德啊！你坐好，坐好，好。认出来吗？肯定会有结果。这回来是来了。大人，解剖验尸已毕。啊？说吧，也别急，这结果一会儿就出来了。看他能验出什么结果来？看吧。赵师爷，等一下，还漏了一条。啊？你看。大人，韩大人啊，报告已经呈上去，我们的结论有二。
第一，这具女尸乃是他人，并不是贵府千金韩素云。不是啊，果真不是啊！哎呦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是啊，奇怪了，是谁呀？哎呦，第二，此人是遭人杀害以后加以焚烧，绝非自焚。哎呀，不是素云就好，不是素云就好啊！陈然，此案事关重大，你可不能信口胡说呀！赵大人，陈然绝对不会说没有把握的话。陈然呐，那你说说看，你是根据什么得出那2个结论的啊？哎呀，陈然呐，那你说说看，你是根据什么得出这2个结论的啊？我对这具尸体进行了仔细的解剖，发现尸体左小腿有断骨的旧疾，接骨粗糙无比。就断骨的伤痕看来，至少有10年以上。从接骨粗糙看来，小腿严重变形。此人在行走时，必定是一瘸一拐。第二，这可要感谢这2位记者朋友，他们发现了我差点就遗漏掉的决定性的线索，那就是这具尸体乃是6指。就凭这2点，这和韩素云的特征完全不一样，由此可以断定，此具尸体绝非韩素云。好，言之有理，言之有理啊！陈然呐，那个死者是先被别人谋害了，然后又被焚烧的，这个结论又是怎么得出来的？第一，我在这具尸体上面发现他的头部有一道巨大的伤痕，而伤痕并无骨质生长特征，可见与死亡时间非常的接近。以受伤程度看来，足以致死。第二，这具尸体只有皮肤和肌肉呈现焚烧状态。不过大家要知道，无论是一般人或是任何动物，只要是在活着的状态下被烧死，那么一定会呈现肌肉痉挛、身体扭曲的状态。可是这具尸体呈现的却是平躺的姿态。第三，我解剖了这具尸体的呼吸道和肺部。对一个被活活烧死的人来说，在死前一定会吸入大量的胶质，还有灼热气体，就像溺死的人一样，他们的肺部也会积有大量的水，可死者的呼吸道却丝毫未损，而他的肺部也没有任何胶质。由这3点可以证明，死者乃是生前遭人杀害，再进行焚烧，绝非自焚。这是我的论断。哎呀，素云没有死啊！哎呀，谢谢然儿，给然儿记着，记着。恭喜韩大人，恭喜韩大人！同喜！谢谢老天爷，谢谢老天爷呀！谢谢呀！谢谢！哎呀，谢谢！太好了！臭丫头，喜欢玩吗？我陪你玩死！
云吗？当然是我了，思琴姐。哎呦，你是人还是鬼啊？大伙都说我是人，你凭什么说我是鬼？你果然没有死，自焚的那个果然不是你啊！我还没活够，干嘛要自焚啊？无论我是人是鬼啊，都会谢谢你为我这块灵牌掉眼泪。人没死就立灵牌，都不吉利啊！快放下！哎，我都已经下葬了，那万空寺都还有我的灵位啊！前几日到处传你还魂显灵，我就盼着你能朝我显灵，让我们姐妹再聚一聚。今天派来的竟是个大活人，我想死你了，金姐。这么说，闹鬼显灵这些事都是你安排的？对啊，那天啊，然哥哥的汽车撞上我的花轿，我就趁乱跑了。我本来想去京城找我姥姥的，因为我实在不想嫁陈俊那个家伙。可是当天啊，就封了城，东躲西藏的。原本打算等2天就能混出城去，可是啊，谁知道他们竟然把然哥哥判了监，入了狱。我想啊，我不能连累然哥哥，然后我就想现身来着。我这还没现身，居然来了我在后院自焚的事情。一开始我还想是我爹给大家施了苦肉计，想逼我现身。可是事情越闹越不像话，来个死素营不说，啊，竟然我爹还要然哥哥一命抵一命的。结果好好的2家人搞得这样子，剑拔弩张的程度，这不明摆着是有人在搅事吗？偏偏啊，又让我撞破了一件事。这件事啊，让我所有想不通的事情一下子全想通了。什么事啊？你知道吗？就是那家带我死的那家苦主。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他们有多可恶吗？替我死的那个女人啊，是个乞丐婆子啊！一家3口带着她公公和几岁大的孩子，就靠着她四处乞讨为生。也就是因为她孤苦伶仃啊，身份低微，竟然被人拐去活活打死，还穿上我出嫁的衣服，然后冒充是我，结果还被烧成那样子。是谁竟会下这样的毒手？动手的是马玉坤，可是我想他的后台靠山应该就是卢勇。卢勇，这个淫贼，我和他还有笔账没算。他干尽坏事，总有一天会不得好死。可惜我这笨蛋看见那枚玉簪就以为死的是你，想想看，我真糊涂。不是你糊涂，是我太马虎了，把这个玉簪子给弄丢了，才让那一帮人给钻了空子。不过啊，也是卢勇那帮子可蒙你们的手段太阴毒了，所以你就显灵，让你爹开棺验尸。只要是然哥哥去验的尸，我爹啊就会念在他的一份情分上，然后呢，咱们2家人的反目成仇就能有所缓解啊。这样子啊，我韩素云才能正大光明的回家去啊。最主要的还是能够帮助乞丐那一家子昭雪伸冤。你个死丫头，一直以为你是个猛张飞，没想到一肚子的鬼主意。哦，对了，这次西京报一反常态，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挑唆你们2家关系的人，这也是你干的好事吧？怎么样，我那司仪是不是有点针尖对麦芒的架势啊？我说呢。哎，思琴姐，你再看看我这份稿子写的怎么样？偷梁换柱6指谢天机，令人发指杀人续偿命。冤枉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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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韩大人，青天大老爷，这报纸上说的人，她就是我可怜的儿媳妇啊！这个6指女人就是你的儿媳妇？你从头到尾一一给本官道来。大人呐，草民姓王，我儿子死得早。这些年来，
全靠我的苦命的儿媳妇沿街四处讨饭，养活我和我可怜的孙儿。就在贵府传出小姐自焚的消息的前一天，突然来了几个人，把我儿媳妇带走了，说是让她去帮工。我儿媳妇一看报酬高，就跟他们走了。可她一去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今天西京报登出了老爷您昨天开棺验尸结果的消息。我不识字，好心的邻居给我读了一遍，我才知道，那个死了的人，她就是我的儿媳妇啊。你儿媳妇左腿可是个瘸子，那她的右手是不是个六指呢？正是。可有人证？我愿意作证。韩大人，老王头一家三口就住在民妇家巷子的最里头。民妇认识他的儿媳妇至少有5、6年了。他的儿媳妇确实左腿瘸了，右手是个六指儿。你要是不相信，你可以问问巷子的每一位街坊，他们都可以出来作证的。是。你可认得那天带走你儿媳妇的那几个人吗？认得，草民认得。草民原本不知道他们是谁，可前些日子草民在大街上把他们给认出来了。事后才知道，那个带头的就是御前侍卫的队长马玉坤马大人呐。可是他们就是死活不认的，说根本不认识我的儿媳妇。韩大人，我活了这么大年纪，我身体不好，可是我的眼不瞎耳不聋，我怎么会认错呢？老人家，起来说话吧。来，骨肉分离，丧女之痛，我韩宇轩是尝了个够啊！可如今我的女儿还活着，你的儿媳妇却死了，这又是一种伤心两家长啊！对犯如此罪行的人，我真恨不得杀之而后快呀！可老人家，我这里是巡抚衙门啊，只理官事，不理民情啊！请订阅频道，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